黑海舰队潜艇减一，顿河畔罗斯托夫号被击沉 ，ATACMS 新战机击毁4套 S-400。潜艇被击沉，防空系统被炸，对乌俄整体战局有什么影响？为躲避乌军袭击，俄军战机秘密转移。乌克兰海军作战舰艇加一，第2艘岛屿级下水。海舰艇再次迎来实弹测试，舰影专案将在2024年年底结案。澳大利亚科林级潜艇延寿还能再战20年。乌军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空袭中成功击沉了一艘基洛级潜艇，并摧毁了4套 S-400，具体情况如何？乌克兰军方称，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空袭中击沉了一艘俄海军潜艇，也就是顿河畔罗斯托夫号，不过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美国动力网站称，塞瓦斯托波尔的最新卫星照片显示，它的确曾遭到攻击。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属于基洛级常规潜艇，2014年服役，水下排水量3100吨。在去年的9月份，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就遭受重创。乌军苏24携带风暴阴影导弹，将正在船坞中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号炸出一个大洞。当时英国国防部表示，顿河畔罗斯托夫号遭受了灾难性破坏，已经无法修复。但是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塔斯社曾报道，来自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消息源透露，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已经完成了船坞修理，修复工作将在漂浮中继续进行，也就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港水域进行测试。一旦俄罗斯将其修复，恢复发射口径导弹的威力，乌军就麻烦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是黑海舰队能携带口径巡航导弹的4艘潜艇之一。不过在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无人艇的袭击后，黑海舰队仅剩的水面舰艇已经全部转移至炸后方，仅剩潜艇部队仍在发射巡航导弹，参与对乌克兰的空袭。也正因如此，顿河畔罗斯托夫号成为乌军的重点打击目标。除了击沉这艘潜艇之外，乌军还在空袭中摧毁了4套 S-400 防空系统。不过准确来说，应该是摧毁了4个发射装置，包括一台 92N6 雷达。一个 S-400 发射阵地最多可容纳12个发射装置，但通常数量为4到6个。从前面的信息可以判断，这次袭击可能会摧毁整个 S-400 部署阵地，从而破坏那里的防空系统部署。乌军最新的一系列突袭证明，俄军远程防空系统不断被削弱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这将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可以让乌军战机攻击更多的俄军目标。那么这对整体战局有什么影响？黑海方向的战况很难影响到乌俄战争的整体战局。之前在乌军反攻期间，赫尔松方向的俄军后勤吃紧，需要黑海舰队的登陆舰运送补给。但随着战局基本稳定，黑海舰队的海上补给线基本就没用了。而且如今的黑海属于乌克兰的地盘，俄军已经失去了黑海的控制权。即便乌克兰这次击沉的俄军潜艇，也只是让黑海更稳定一点。相比之下 ，S-400 的损失对于克里米亚的俄军来说威胁更大。塞瓦斯托波尔的 S-400 被摧毁，也就意味着部署在附近的其他防空系统也可能遭到同样的打击。就目前来看，克里米亚的防空漏洞越来越大。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克赤大桥或许就会挨打了。当前的克赤大桥依旧是南线俄军的主要补充通道，乌军之前也多次对其发动打击，但效果并没有那么大。等克里米亚的防空被削弱到一定地步，那情况将完全不一样。此外，通过削弱俄军的防空网络，也可以为乌军空军的 F-16提供攻击机会。英国媒体报道，为了躲避乌军的远程袭击，俄军战机开始秘密转移。英国《每日电邮报》报道，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与远程导弹的袭击日益增多，俄空天军近期撤退了多个靠近乌克兰的空军基地，将战机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这种操作是不是很熟悉？与黑海舰队逃离克里米亚一样。英国军事和安全分析机构前线情报洞察表示，乌军获得外国盟友导弹的时间已经1年多了，并一直希望获得这些导弹攻击俄本土基地的许可。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但俄罗斯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可能性，并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距离乌克兰约209公里的沃罗涅日马尔舍沃空军基地就是主要撤离点之一。截至6月底，该基地仍驻有数十架苏34，每日执行对乌军阵地的轰炸。这些战机可以在几分钟内抵达边境发射区，并返回基地。不过在防御上，俄空军基地就一般般了，这些苏34一般就直接停放在露天停机坪上，很容易受到 ATACMS 导弹的打击。如果乌克兰获得许可对此进行打击，可能会瘫痪整个驻扎在此的俄罗斯战机群。
不过目前这些苏34已撤至距离更远的基地，超出 ATACMS 导弹的射程范围。即便乌克兰获得攻击俄罗斯基地的许可，很多价值较高的目标也已经被转移。不过，随着乌克兰增加无人机产量以及加强对俄本土的袭击，这些战机撤离也没用，就跟黑海舰队一样，跑到后方也一样挨揍。在7月27日的时候，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1800公里外位于俄国摩尔曼斯克州奥连亚空军基地进行袭击。该基地是俄军战略轰炸机朝乌克兰发射导弹攻击的起飞地。在这次袭击中，乌军成功击毁一架图2 M3，这也是乌俄战争爆发后乌军首次攻击北极圈内的俄军基地。此外，在最近的空袭中，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境内，精准打击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成功摧毁多项重要军事设施，包括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和一座弹药库，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据。乌克兰在海军作战舰艇加1，第2艘岛屿级下水。为了补充水面舰艇的实力，乌克兰海军在2020年年底向土耳其订购4艘岛级护卫舰。首艘伊万马泽帕指挥官号2022年就已经下水，目前正在进行海上测评。2号舰维霍夫斯基指挥官号则于去年8月安放龙骨，8月1日正式下水。如果后续测试过关，就可以形成战力。乌克兰的岛级护卫舰排水量大约2400吨，将配备一具特雷兹 Smart S Mk2， 并可搭载8枚鱼叉反舰导弹、21枚海拉姆防空导弹。不过乌克兰大概会将其改成8枚云母防空导弹，还能起降直升机，将部署于黑海与亚速海等重要战略区域，可以负担海上监视、巡逻、保护海岸关键设施等任务。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些岛级护卫舰大概无法出现在乌俄战场。虽说黑海已经被乌克兰拿下了，但是岛级护卫舰的防空有些弱，在乌俄战场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中，恐怕活不了太久。罗马尼亚计划与乌克兰联合开发2360海王星导弹。罗马尼亚效仿其他欧洲国家，计划与乌克兰合作发展军备，特别是海王星导弹。乌克兰驻罗马尼亚大使伊戈尔·普罗科普丘克在访问罗马尼亚后，强调了布加勒斯特和基辅在国防部门以及能源领域合作。罗马尼亚军方也证实了这件事，准备与乌克兰合作研发海王星对地攻击导弹。与法国的斯卡普 E-G 与英国的风暴鹰影不同，海王星是一种从地面发射的反舰导弹，射程可达400公里，在2022年击沉莫斯科号一举成名。目前乌克兰国防工业正在对2360进行现代化改造，计划将射程从300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并将其产量提高10倍。此外，早些时候泽连斯基也透露了海王星对地攻击导弹即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相关信息。就乌克兰的军工基础来看，将海王星改为对地攻击导弹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之所以一直没能量产参战，可能是因为资源被用于更优先的武器和弹药，比如火炮炮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北约全部解除原武武器使用限制之前，乌军自研的海王星或者其他型号的对地导弹就会被用于乌俄战场。海剑灵再次迎来实弹测试，剑影专案将在2024年年底结案。8月3日，自由时报报道，军方人士透露，海剑灵导弹系统将在本月再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作战测评，海军将根据这次作战测评结果决定是否采购。海剑灵导弹系统一共有3种衍生款，一种是独立型海剑灵，放在小型作战舰艇上12连装，发射箱上方配备开发的小型主动相控阵雷达以及光电感测系统。第二种则是中大型舰艇上的作战型海剑灵，为24连装的发射箱系统，发射箱上不配备雷达与光电系统，由军舰上的作战系统提供目标参数与射控指令。第三种是陆地机动型海剑灵，与作战型一样24连装，使用时搭配机动雷达。按照军方人士的说法，本月要进行海上实弹射击测试的是战系型海剑灵，前2次测试都是在高雄舰上，这次也不例外。除了实弹射击，还会测试雷达的多目标追瞄，考虑海面反射波干扰、发射箱、俯仰等技术。至于结果如何，火力军也无法确定。海剑灵是以天剑1为基础，仿美制海公羊研制的导弹系统，作战范围为15公里。原计划是部署在新一代轻型巡防舰或者沱江级后续舰上，搭配密集阵负责舰艇的低空防御。只是该系统属于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需要在海面各种杂波的影响下顺利拦截来袭的导弹，研制难度相对较高。也正因如此，在之前的测试中，海剑灵导弹系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研发进程也因此延期。考虑到海剑灵导弹系统的重要性，项目不得不延展，但是在2024年年底之前必须结案。这一次的作战测试评估，这大概率是海剑灵最后一次补考了。海军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采购。
不过也有消息称，战系型很早就通过战测，独立型一直有问题。采购方案也可能是放弃海潜艇的某一型，并非全部腰斩，为减少附带损害，以军购买制导型迫击炮弹药。阿尔比特系统公司与以色列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 1.9 亿美元的合同，在未来2年内向以色列国防部提供铁刺制导迫击炮弹药。就目前的战场而言，城市作战的情况越来越多，减少附带损害的能力也越来越重要。对于以军而言也是如此，而铁刺就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铁刺属于一种先进的精确制导弹药，可以从120毫米迫击炮系统发射，采用 GPS 与激光制导，可以精准摧毁10公里以内的目标，并具有多模式引信，可以满足以军的大部分作战需求。澳大利亚柯林斯级潜艇延寿还能再战20年。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正式签署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合同，作为澳大利亚首款自营潜艇。柯林斯级在建造期间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在澳大利亚与英美合作之后，柯林斯级也迎来了升级。在柯林斯级诞生之前，澳大利亚的潜艇都是英国出品，比如 E 级、J 级、奥丁级、妖王级。直到1982年，澳大利亚启动柯林斯级潜艇计划之后，才正式踏上自研之路。根据澳大利亚国营 ASC 造船厂统计，在柯林斯级建造期间，自行生产的零件比例超过70%，在后勤维护方面的零部件达到了 92%。对于一个首次生产潜艇的国家，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只是澳大利亚缺少研制潜艇的经验，柯林斯级潜艇在服役初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潜艇作战管理系统的开发并不顺利，首舰下水后一度因此延后海试，即使开发成功，作战管理系统的性能也已经落后同期水平，导致从2005年开始，柯林斯级就开始更换与美军弗吉尼亚级同款的 BYG-1 作战管理系统。另一边，柯林斯级在服役初期还出现了噪音超标、桅杆阻力过大、螺旋桨产生裂痕等问题。虽说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当前的柯林斯级也可以满足澳大利亚海军远洋作战任务的需求，但是柯林斯级的总体性能已经落后时代，寿命也已经不多。于是澳大利亚先是与法国合作，计划以苏弗朗号核动力攻击潜艇为基础，研改并生产12艘潜艇。只是结果各位也都知道，因为法澳在合作中出现需求落差，加上两国在生产模式、预算方面也有争议，最终澳大利亚与法国闹掰，并在2021年与英美合作，成立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在潜艇方面，澳大利亚将在2040年之前获得美军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并由英美协助澳大利亚生产奥库斯级核动力潜艇。为了避免战力空窗，澳大利亚就决定对柯林斯级潜艇进行延寿，目前已经正式签约，计划大约在2026年启动，总价值达22亿澳元。可以预见的是，在英美的协助下，柯林斯级将迎来新一轮的升级，预计可服役至2040年代，以顺利衔接弗吉尼亚级和奥库斯级潜艇接班。狙击手吊舱升级。据战区7月26日报道，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为第4代战机研制的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目前有了最新版本——狙击手网络化瞄准舱。ATP 是一种先进的瞄准系统，它可以进行远距离探测、识别、自动跟踪，以及使用激光锁定小型战术目标。同时，它能够支持所有激光和 GPS 制导武器，对多个固定和移动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因其强大的多功能性和适配性，它在全球许多不同类型的战机上都有使用，如美国空军的 F-15E、F-16以及 B-52H 轰炸机和 B-1B 轰炸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隐形战机的出现，传统的外部挂载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未来战场，因此洛马公司对其进行了升级，通过加装数据链等方式使其具备了网络化能力，也就是最新型的狙击手网络化瞄准舱。它可以允许4-5代机实现混合编队，且能够在不影响作业互通性的情况下实现协同作战。如 F-35 可以利用其隐身性能作为先头部队进行侦察行动，当寻找到敌方目标时，能够立即将这些数据传输给后方的 F-15和 F-16，使后续部队进行更有效的攻击。除了能够实现不同战机之间的数据连接，狙击手网络化瞄准吊舱还能与洛马生产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地面车辆进行数据连接，如海马斯火箭炮、M270、MLRS 火箭炮等。
先进战机可以侦察和锁定敌方部队位置，并立即将数据传输给地面部队，使后者能够快速发射火箭弹或战术导弹，从而对目标进行有效打击。所以，对于狙击手网络化瞄准吊舱来说，它不仅能够强化单架战机的作战性能，还能够实现空中与地面力量协同作战。这项功能对于现代化战争极为重要，极有可能会在未来战场带来新的变化。据美国国防部7月30日消息，美国海军正式接收了自由型滨海战斗舰南塔克特号，该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服役，母港暂设在佛罗里达州梅波特。LCS 战斗舰有2种型号，分别是由 Austal USA 设计制造的独立型，以及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建造的自由型。在结构方面，这2款 LCS 有着相似的共同点，其体型要比海军的导弹驱逐舰小，且具备小型攻击运输舰的能力，拥有飞行甲板、机库以及巨大的内部船舱。不同的是，独立型 LCS 搭配的舰载机是 SH-60 海鹰直升机，而自由型 LCS 搭配的则是 UH-60 黑鹰直升机。至于内部船舱，则都可以从船尾回收或释放小艇，必要时还可以运输一支攻击部队，包括装甲车、码头接驳器等大型设施。在武器方面，自由型 LCS 配备有一门 MK110 57毫米舰炮、4挺 M2 重机枪、2门 MK44 巨副20链炮，还能够发射 RM116 滚体导弹以及 AGM114 长弓地狱火导弹。与自由型 LCS 的武器系统相比，独立型 LCS 则以一门方阵迫近武器系统取代了2门 MK44 巨副20链炮，同时加装了 MK208 等发射器。这2款 LCS 都可依照不同任务套件选用超视距发射系统，且都能搭载各种无人载具，发动意想不到的进攻。得益于模块化设计，它们都可以根据不同的作战需求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以便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反潜、反水雷、反水面舰艇、各种情监侦任务，以及国土防御、海上拦截、特种作战、后勤保障等。而且它们还支持多形式的海上作战，包括独立作战或联合作战，作为多任务水面作战舰艇在内的网络化战斗部队的一部分，足以应对各种现代化海上威胁。此外，继 LCS-27 交付之后，该系列中的另外2艘也即将进行交付。贝洛伊特号已计划于2024年夏季交付，夏利夫兰号也接近完工。7月31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公布了首个自制 MQ-4C Triton 遥控飞机系统，被称为 AUS-1。MQ-4C Triton 原本是格鲁曼公司专门为美国海军开发的先进无人机，它配备有 ANZPY-3 多功能有源传感器，可以实现360度检测目标，覆盖面积更广，且可全天候运行。而且它还能使用机载自动识别系统对目标进行分类，而无需人工干预。这种自动化减少了操作员的工作量。如今，澳大利亚对该技术进行了引进，内容涵盖设施建设、网络集成、工程、物流、零部件制造、维护支持服务等，总投资超过9亿澳元。澳大利亚版本的 AUS-1 在其原有基础上具备更高空航行且续航时间更长的特点。它将补充由澳大利亚国防军运营的 P-8A 波塞冬载人机队，使其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网络系统，在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进行各种情监侦任务。目前，这4架 AUS-1 将驻扎在澳大利亚北部廷德尔空军基地，并由位于南澳大利亚爱丁堡空军基地的第9中队运营。据美国国防部7月27日消息，美国海军为最新一艘神盾驱逐舰举行了致平命名仪式，最终决定以爱尔兰裔的陆战队英雄帕特里克·加拉格尔命名。帕特里克·加拉格尔于1944年在爱尔兰出生，随后移居美国并加入陆战队。1966年参与越战期间，在一次遭遇敌军手榴弹攻击时，不顾危险保护同袍，因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表扬。尽管加拉格在该次攻击中幸存，却在1967年一次巡逻任务时命丧越南战场。
为纪念帕特里克·加拉格尔的英勇事迹，故而将该舰艇以其名字命名。加拉格尔号是最后一艘阿利伯克级 Flight 2A 导弹驱逐舰，计划以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为母港，目前正在缅因州巴斯的巴斯钢铁厂接受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指导，以进行最后的休整。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克里米亚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